一个寒冷的冬夜，55岁的乔安前往教堂祈祷后神秘失踪，他的车还停在教堂的停车场，没有任何遭遇抢劫的痕迹。警方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寻找，一无所获，只是在附近的河边发现了一组高跟鞋的脚印。70天后，乔安的身体在56公里外的河道中被发现，警方才以自寻短见的结论匆匆结案了。然而，案件中存在的诸多疑点让乔安的家人并不认可这一结果。为何乔安的身体上会有被殴打的痕迹？为何乔安会突然自尽？还有河边发现的那组高跟鞋脚印根本就与乔安不匹配，为何成为了乔安自尽的最有力证据？这些疑惑，警方始终没有正面回应。这一切都让乔安的家人难以释怀，他们认为一定是有人只手遮天，掩盖了真相。欢迎来到老何开枪。那么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今天要讲的这起案件发生在美国底特律市，死者乔安·罗曼就在这里出生。1980年呢，与丈夫大卫结婚了，共同养育了3个孩子。然而就在结婚25年后，她与大卫分居了，原因是大卫出轨了她最好的闺蜜，这让乔安呢备受打击。但还好，乐观开朗的心态呢，让她顺利地驱散了阴霾，走出了低谷，并找到了一份在精品店兼职的工作。她的所有儿女呢，都坚定地站在她这一边。在孩子们的眼中，她是一个充满生机、待人友善的好妈妈。乔安的朋友同样对她有着高度的评价，认为她为人友善，拥有一个伟大而有趣的灵魂，能让人感到开心快乐。正因为如此呢，乔安的家中总是有朋友拜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开朗、乐观、有趣的人，却在2010年1月12日晚上消失不见，而警方最后的说法居然是自寻短见。当天晚上6点多，乔安告别了孩子们，前往圣保罗天主教堂参加祈祷仪式。在出门前呢，乔安还嘱咐大女儿做好明天一起出门购物的准备，他会把车加满油。加完油后，乔安准时抵达教堂，参加了祈祷仪式，并在仪式结束后走出教堂，驱车离开。这是乔安每个礼拜都会重复的步骤，一切都是那么的正常。可就在乔安离开后，意外发生了。大约在乔安离开教堂后20分钟吧，当地的巡逻警员安德鲁在例行巡逻中注意到了一辆银色的雷克萨斯 SUV 停在了教堂附近的单向出口车道上。安德鲁上前查看的，没有发现司机，随即就通过执法信息网查询了这辆车。结果显示呢，这辆车的主人名为米歇尔，也就是呢我们前面说的乔安的大女儿。今天晚上，乔安正是驾着这辆车到的教堂。但是当时的警员呢并不清楚这个情况，因为这辆车停靠的位置呢并不是公共车道，所以安德鲁并没有开具罚单或者是联系车主挪车。在核实完没有这个犯罪信息之后，便离开了这里。1个小时后，同样在巡逻的警员科伦来到了这里。此时呢已经是晚上9点了，正处寒冬，下着小雪，十分寒冷，而且圣保罗教堂此时已经熄灯。这辆车没有任何理由停靠在这儿。科伦呢敏锐地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于是他上前查看，并尝试着扭了车门把手。没曾想这辆车居然没上锁，而且呢科伦还在前排座椅上发现了一个钱包，上面有明显的撕裂痕迹，但包里还装着1500美金。看样子呢，车主并没有遭遇抢劫，难道只是下车透风吗？科伦注意到有一连串脚印通向了河边，在平常经常会有人把车停在这里，
步行到河边散步，科伦呢便沿着脚步走到了河边的堤坝。在这里呢，脚步是戛然而止，但并没有任何返回的脚印儿。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科伦，有人在这里自寻短见，或者是遭遇不测。想到这里，科伦立即向上级报告了情况，将这起事件列为失踪案，并请求海岸警卫队协助搜救。一场声势浩大的搜救行动开始了。当天晚上9点20分，警员通过车主米歇尔的信息找到了乔安一家的住处，询问他们是否知道乔安的去向。米歇尔立即拨打了乔安的电话，但无人接听。但此时孩子们并没有太过紧张，因为他们认为乔安的性格不可能出什么意外，更不可能如警员所说的跑到河边去自寻短见。他们开始给家人朋友打电话。然而没有人知道乔安去了哪里，尤其是当听到乔安的钱包放在了车里时，孩子们慌了。乔安从来不会将钱包落下，除非是发生了什么让他来不及去拿钱包。他们急忙打电话将已经搬出去住的父亲大卫也叫了回来，并跟随警员们一同前往教堂附近去寻找乔安。他们查看了案发现场的录像，还将教堂内外搜了一遍又一遍，并发动亲戚朋友一同去打听。然而直到3个小时后，依然没有任何发现。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警方始终没有将河边的发现告诉乔安的家人们。直到米歇尔发现了这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和潜水员，他祈求警方透露搜救的结果。警方这才告诉他，现场发现表明，这乔安走下车后，一路走到了河边，并跳入河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孩子们并不相信那么乐观的妈妈会自尽呢，他们祈求警方出动警犬追踪母亲的气味，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狗在寒冷中无法察觉气味，并且当地的警察局局长詹森还表示，在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无论是车里还是车周围都没有任何发现，也没有类似于撕破的衣物、散落的物品以及弹壳等可以表明这些犯罪发生过的证据。并且在乔安的车上也没有发现可疑的第三者指纹，因此警方确定乔安并非被绑架或者谋害，而是自尽。这个结果显然不能让乔安的家人和朋友们信服在失踪之前，乔安曾经跟女儿约定好了第2天的这个行程，并且在加油站的时候他还和在加油站工作的好友聊了一段时间。据那位朋友回忆，当天晚上乔安十分开心，并没有任何不对劲儿的地方。同时米歇尔也告诉警方，乔安十分害怕这黑暗和寒冷，从来就不会主动走到河边就算是自尽也不会选择在这个场所，更不可能说走到河边散步一不小心落水。乔安的失踪一定是人为的。面对乔安家人有理有据的抗议，警方出乎意料的没有采纳，还是不顾反对的将这起案子定性为自尽。不过海岸警卫队的搜救还在继续，直到3天后才撤离。但这3天搜救并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乔安家人无奈之下，只能发动朋友通过散发传单的方式寻找乔安的下落。但势单力薄的他们也没能找到任何关于乔安的消息。在乔安失踪1个月后，米歇尔聘请了一位从联邦调查局退休的特工比尔协助破案。在他的帮助下，他们申请到了乔安手机记录的副本，并从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在失踪前1个礼拜，乔安曾经使用语音信箱给公司留了一段语音。他称被人跟踪了，而且每次都是不同的人。为了安全，乔安还将家里的门锁全部换了一遍。而据乔安兼职的这个精品店老板回忆，
在失踪的前一天，乔安接到了好几个电话，而且都是来自同一个人。这对于相当重视工作的这乔安来说呢，十分罕见。此外，一位参加当天晚上祈祷仪式并最晚离开的那个居民说呀，当天晚上7点25分，他最后一个走出教堂时，并没有发现有车辆停靠在附近。也就是说，乔安的车当时不在那里，是后来有人又开回来的。那这个人是乔安呢，还是另有其人呢？另外，据附近学校的一位学生回忆，当天晚上7点50分，他看到了乔安的那辆车停在教堂附近，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除了一个在湖边跑步的男人。因为当时呢正处冬夜，十分寒冷，这位只戴了围巾没有穿外套的男人让他印象深刻。这个男人会是造成乔安失踪的罪魁祸首吗？如果是，那乔安现在在哪儿呢？很快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2010年3月20日，也就是乔安失踪70天后，2个渔民在距离乔安下水地35公里外的波波岛附近发现了一具遗体。检验的结果显示，正是失踪多日的乔安。米歇尔他们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但这件事儿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在乔安的身体上，家人们有了惊人的发现。他们猜测乔安并非是自寻短见。首先是乔安的遗体检测记录显示，乔安的肺部没有水，也就是说他并非亡于溺水，而是在下水之前就已经离世。另外，法医还在乔安的左臂上发现了2处淤伤，形成的时间也是在离世之前。针对这个淤伤呢，米歇尔提出了一种可能，他根据遗留在车上的钱包撕裂的痕迹推测呢，这2道淤伤是由于有人拉扯导致的。但凶手的目的并非是抢钱，而是要抓走乔安，这正与乔安所说的有人跟踪相吻合。此外，米歇尔还对警方的自尽依据提出了质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警方出示的河边脚印照片并不是从脚印的正上方拍照，也没有放置刻度，并且呢没有进行脚印的提取。这些疏忽让警方无法拿出一个确定的证据来表明这个脚印就是乔安的，甚至单纯从这个照片来看呢，这个脚印与乔安的脚型也是相差甚远。米歇尔认为呢，这已经不是疏忽就能解释的问题了，一定是警方在掩饰着什么。最离谱的是，米歇尔还从专家人士那里得知，这个即使是寒冷的冬夜，警犬也能闻到气味但是呢，在那天夜里，警方却拒绝了要求出动警犬来搜救，反而是出动了大量的人员盲目搜救。即使凶手留下了犯罪痕迹，也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搜救过程中遭到了破坏与掩盖。最后是警方在发现那辆在米歇尔名下的失踪车辆后，第一反应呢，居然不是米歇尔失踪，而是在没有跟乔安的家人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就确定了是乔安驾驶的这辆车。警方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的这一情况呢？另外，乔安失踪的时间正处冬夜，河里的流速缓慢。乔安的尸体又是如何到了35公里外的波波岛？况且当时河边已经轻微的结冰，如果乔安真的是从此处落水，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也不至于说没有任何冰面破碎的痕迹而且呢，如果乔安真的是在70多天的时间里顺着水流到了波波岛附近，那么他身上的衣服及首饰必定会磨损或者掉落。但是乔安的遗体却是保存的极为完好，他的衣服一点破损都没有，身上的首饰还都带着，根本就不符合落水的推论。
面对这些合理正当的疑惑，警方始终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甚至给出了乔安患有精神病、突发这个病情导致自尽的行为这种牵强的理由来敷衍民众。警方的有意隐瞒让乔安一家十分气愤，他们认为乔安的汽车在离开后又回到教堂，明显是有人故意为之，有人绑架了乔安，并故意的将钱包扯了下来放在了车上。至于绑架的动机，米歇尔认为他们不是为了抢劫，也不是为了做掉他，而是为了某些事情。至于是什么事儿，这米歇尔心中已经是有了猜测。米歇尔提出的头号嫌疑人是乔安的表弟蒂姆，他是当地的警官，因为一笔遗产纠纷与乔安分道扬镳，已经是多年未曾说话。在乔安失踪前，蒂姆曾经打来一个电话，并在电话中与乔安爆发了激烈争吵。在事后，乔安曾经告诉这米歇尔，如果自己出了事儿一定是这个蒂姆干的。由于蒂姆的警察身份，米歇尔有理由怀疑警方在寻找乔安的过程中反常的这些举措，很大程度上是在保护蒂姆。然而面对外界的这些质疑蒂姆进行了坚决否认，并表示案发时自己正在外地出差，而且从未参与过乔安失踪案的调查，甚至都不认识大部分参与调查的警官。另外，米歇尔还提出了他的父亲大卫有可能是谋害乔安的嫌疑人之一。他告诉警方，乔安有意和大卫正式离婚，让这个大卫十分的愤怒，并且乔安在失踪前还曾经跟离婚事务所的人员说，这个大卫想要控制他。但警方调查后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大卫谋害了乔安，相反，大卫还出示了不在场证明，并且通过了测谎。但此时的米歇尔已经对警方极度不信任，为了寻找真相，他们提出了诉讼，指控警方掩盖了这起案件的真相，无视了证人的证词，将调查集中在自尽上，导致凶手始终是逍遥法外。但警方始终坚持没有掩盖真相，乔安就是自寻短见。他的家人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以阴谋论否定了警方的工作。两方争执不下，最终法院判处警方证据不足，推翻了他们关于乔安自尽的判定。然而也没有认定乔安就是被谋害。这起案件也至今没能结案。乔安的去世对于家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们悲痛欲绝，但他们没有放弃探寻真相的脚步。他们想要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谁谋害了乔安？是出轨的父亲，还是有着遗产纠纷的警察堂弟？可惜的是这个问题直至今日都没有答案。这起案件也因此成为了一起悬案。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真相终将大白，但那个乐观开朗的乔安却再也不会出现了。好了，您有什么看法呢？请在评论区留言，也欢迎订阅老贺开枪这个频道。我们很快会在下一个视频再见。记得无论何时都要保护好自己和你的家人，祝福好人一生平安。